净室的灯光一向是温暖的黄，和月色滚作一团会稍微柔嫩些，此时却显得无比枯焦。蓝忘机越过桌案，一把捉住了他的腕子。魏无羡停下手里的动作，没有抬头。做什么？月初，你我二人于山下拾遗文书，何人所著？什么意思？回答。这两个字说得极其平静，可细细摸进去，分明透着凛冽的寒意。魏无羡终于抬起眼睛，与他相视片刻，勾起嘴角，笑眯眯地答道：“那根本不是文书，是一张纸。”蓝忘机又问：“纸上所画何物？”“什么也没画，写了2句诗：江上几人在，天涯孤照还。何当重相见，樽酒未离言。”蓝忘机不语，也没有放开他。魏无羡于是道：“还有吗？要不要我再附赠几个？”他一只手还被蓝忘机攥着，不紧不慢地转起了笔来。那日我们在山下闲逛了一天，午饭晚饭都是在观月酒楼解决的。亥时末回到云深不知处，我嚷嚷着累了，你还是不肯放过我，折腾了我大半夜。第二天午时才起，我想吃樱桃馅的花糕，你说现下季节没有樱桃，问我石榴如何，或者你想知道远一点的事情。我被莫玄羽献射回来后，和你重逢在大梵山，因为吹了望线，所以你一眼就认出了我，带我回家。当天晚上我想偷通行谕令被你发现，爬到了你身上，你一掌就定住了我，还说那你就一晚上这样吧。飘飘忽忽地说了这些许，蓝忘机不再看他，而是垂下目光，落在桌上。桌上躺着金粉、青沃、许多废纸、符篆，像是在研究什么新东西。明明没有朱砂，其中几道符篆上却画着鲜红的几笔，艳而刺目，于灯影之下甚至有些狰狞。虽然魏无羡手上没有伤口，可那是用什么画的，不言而喻。夜风敲在净室的窗上，恍若自语，而室内二人双双无言。许久，魏无羡向后靠去，道：“既然回答完毕了，能不能放开我了？”蓝忘机顿了一顿，五指微松，轻轻放开他。魏无羡将手抽回，被捏麻了似的甩了2下，料笔一笑：“蓝湛，怎么？你怀疑什么呢？你觉得我被鬼上身了吗？能上夷陵老祖身的鬼，怕是还没有出现。10天前究竟发生何事？”魏无羡头疼似的揉了揉眉心，道：“你怎么还在说这个啊？我都解释了1000遍了，我真的只是摔了一跤。你要是不信，我就带你去现场看看，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形，如何？”我也很想问你一句，你倒是说说，我究竟有什么地方奇怪，让你看不顺眼，值得这样反反复复揪着不放？蓝忘机凝视着那张熟悉的枕边人的脸。魏无羡说这些话时，3分无奈7分厌烦，倒是真情实感，似乎真的没有意识到任何问题。可事实上，问题已经到了滴水成冰的地步，事情还需从10天前讲起。10天前那一日本无特别，小辈们夜猎归来，都忙着夜猎笔记，蓝忘机也被长辈们叫去商议要事。魏无羡闲得无聊，出门行乐，他时时如此，一进山便不见踪影，晚饭时间才饥肠辘辘地回来。蓝忘机并无在意。可直到晚饭时间过去，直到那一桌香喷喷红彤彤的饭菜转凉，魏无羡还没回来，蓝忘机用灵力温住饭菜，坐在桌旁静静地看书。亥时过半后，他携了剑起身，推开净室的门走出去。今夜无风，月色昏沉，蓝忘机走到山门处，正待御剑，忽而一顿，只见远方的黑夜中慢吞吞地走来一人。他浑身狼狈不堪，披散着头发，发带也不知去了何处，手里紧紧抓着陈琴，像与人恶战了一场，正是魏无羡。蓝忘机又惊又骇，冲上去揽住他，探他脉象，脉象如常，又问他发生了何事。魏无羡将脸转过来，茫然地冲他笑了笑，道：“无事，只是脚下不留神摔了一跤，摔得七荤八素，差点把回来的路给忘了。”蓝忘机将人抱回净室，打了热水为他擦洗身子，清理伤口，说是摔了一跤，可魏无羡身上除了衣服破破烂烂，连一处伤口也无。沉沉昏睡在浴桶中，蓝忘机将他移到床上，更衣喂水，末了还握着他的手输送了些许灵力，才将将睡下。第二天，魏无羡精神抖擞，活蹦乱跳，绝口不提此事。蓝忘机也没再过问，可他很快发现似有反常。
魏无羡不再做一些无聊的小动作了，也不再兴致勃勃的舞剑弄功，外界似乎与他漠不相干，连往日里最为关心的小辈们的页列笔记也不抢着看了，甚至提也不提。蓝忘机忍不住追问了几次，没问出什么结果。那日他在山中定然不只是摔了一跤，从那凄惨的模样来看，8成打了一场。可他为何避而不谈？何人何事需要他隐瞒？如此又岂是他的作风？观音庙一战后，天大的事情都说开了，就算挖坟鞭尸，旧事重提，他从来都不屑于遮掩，更不怯于面对什么。他早已习惯与蓝忘机共担一切，无所畏惧，也不曾逃避。因此扰乱他的绝非人为，不是人便是妖魔鬼怪了。难道是邪祟所致？蓝忘机将藏书阁里的奇闻异志翻了个遍，没有找到能篡改记忆或扭曲习性的邪祟，又独自进山，在无数条山道间来来回回的搜索，一无所获。魏无羡的反常还在继续，他出门一趟，一走便是一整天，连话也不留。他满不在乎的揭人伤疤，对平日里珍视的东西不管不顾。他最怕蓝忘机担忧生气，而此刻无论对方多么交心，都似过眼云烟，无动于衷。短短10天，他像变了个人。蓝忘机终于在今日失去了控制，以人血为媒画出的符篆，总是阴森森，杀气腾腾。魏无羡自重归于世就基本没有碰过，眼下他又拾了起来，不语缘由，不表用途。蓝忘机不知他怎么了，也不知自己怎么了，直觉明明告诉他，小事如此反常，眼前这人也的确是魏婴没错。可他还是问出了那些话，走投无路，孤注一掷似的。自10天前那日起，他们再也没有相拥而眠。寒室内，蓝忘机与蓝曦臣相对而坐。距那变故发生已过去了15日，每一日都是漫长的煎熬。蓝忘机不得已恳请蓝曦臣出关。魏公子的情况我也有头绪。蓝曦臣道：忘机，不知你有没有听说过，在姑苏城外的深山里有1000年精怪，乃岩石所化，以善念为食。我查了许久，大体症状与魏公子是符合的。蓝忘机正经俨然，白衣楚楚，仪态一丝不苟，却掩不去眼底的疲惫。凝思片刻，摇头道：从未听说过此怪。蓝曦臣道：关于此怪的记载很少，大部分止于传闻。所谓传闻，其实普通的不能再普通，任何地方都有这样的故事。某某进山后被厉鬼附身，回到家里吃人肉扒人皮，饮血止渴，六亲不认等等。虽然岩石精使人性情大变，并非邪祟上身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传着传着就传成了山中厉鬼。蓝忘机略感诧异，连几百年的屠戮玄武他都在古籍上读到过，这1000年的精怪却闻所未闻，况且距离如此之近，就在云深不知处外的深山中。转念一想，非人之死物所化的怪本就比其他3类妖魔鬼难以察觉得多，更别提这种道行1000年的老古董，记载有偏差遗漏在所难免。亦或许他从别处而来，近日才盘踞于此。斟酌1、2，蓝忘机又道：以善念为食，何意？字面意思，吃掉人的善念，将空缺部分以邪念与恶念填补，可以说是将人的善尽数转为了邪与恶，毁其心性，堕其良知。原来并非古籍的记载不够详尽，而是这精怪的能力过于阴险刁钻，只要被啃上一口，任你是生是死，人还是鸟兽，都将迷失心智，堕入黑暗。此前善念愈多，而后邪念愈深。许多在山中流窜的亡魂，或许就是这样变成厉鬼的。一旦岩石精得手，除吞尽善念以外，还会拔掉猎物被啃食的记忆。不是魏无羡避而不谈，是他自己也不记得了。蓝忘机回想起那日从魏无羡身上剥下来的破烂衣服，确实有打滚翻腾的痕迹，倒应和了他口中的摔了一跤。谁想真相竟是如此，若能早些知晓，岂会任此邪物为非作歹之今？蓝忘机垂眸，五指紧紧握拳，滔天怒意在他胸中肆虐，同时心如刀割。多日里的种种似乎终于得到了解释，可有些话，有些想法，有些作为，原本永远不属于魏无羡。哪怕最艰难的时候，住在乱葬岗上，终日与鬼作伴，
也不曾见他流露分毫，这无疑是一种侮辱。深吸一口气，蓝忘机闭上眼睛，再睁开，暴雨转瞬即逝。他静静道：“可有恢复的办法？”蓝曦臣沉吟半晌，忘机，这只是我的猜测。魏公子目前的状况还不算严重，说明他并没有被那精怪侵蚀太多，一直在凭自己的意志力抵抗。不过这种抵抗也坚持不了太久。据我查到的消息所知，岩石经啃食后，身体某处应该会留下一个记号，或者说印记，兴许可以由此着手。你有没有在魏公子身上发现什么？蓝忘机道：“是何形状？”蓝曦臣摇头，线索太少，不得而知。蓝忘机又问：“可有凭证？”无从查证，颇多存疑。蓝忘机皱眉，仔细回想，这段时日他与魏无羡虽然没有亲热过，可15天前为他沐浴更衣、检查伤口时，身上每一处都关顾到了，点水不漏，没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。蓝忘机收回思绪：“兄长。”这时门外忽然传来一阵喊声：“韩光君，韩光君！”蓝思追慌慌张张道：“魏前辈，魏前辈要下山，我拦不住他。”魏无羡歪在茶楼木榻上，听楼下的琵琶女弹唱，一勾一捻，莺莺燕燕，甚是动人。魏无羡瞥了后方的某人一眼，倏地单手一撑，从2楼跳了下去，径直落在琵琶女身边，扔上几枚银钱：“姐姐，换一首。”琵琶女问：“小郎君，换哪一首？”魏无羡报出一个名字，茶楼里顿时余声四起。魏无羡坦然自若地占据一张桌子，听完了那首旖旎香艳的小调，不多时，碗里的花生酥豆见了底。他一挥手，又是银钱如雨，道：“再来。”只要了那些不堪入耳的曲子，足足7、8遍，魏无羡才似终于满意，站起身，拍拍手，大摇大摆地往门口晃去。谁知一道白色身影立刻追了上来，无需回头，魏无羡脸上的笑容一僵，淅淅咧咧，几乎有些咬牙切齿。他竟然还没走。日落西山，霞云漫天飞舞。魏无羡在山下的逍遥生活已然持续了2日。自他无视禁令跑出去以后，蓝忘机一直不远不近地跟着。刚开始还叫他回去，魏无羡便道：“你都没收了我的通行谕令，还让我回去干什么？”蓝忘机便不再扰他，只是也不走，就这样跟着，什么也不说，什么也不阻拦。2日里，魏无羡吃喝玩乐，就插嫖赌，花钱如流水，竟也没能逼得他忍无可忍，将自己五花大绑回去，或是拂袖走人，连刚才这样出格的举动都没有阻止。魏无羡负着双手闲逛，大抵冷静了下来。他真是记性不好，蓝湛这个人明明一向如此，很死脑筋，很执拗的，涉及到自己的事情，蓝忘机总是不撞南墙不回头。可他亦有不得不支开蓝忘机的理由，他要去调查一些事。姑苏城外的那片深山里，有什么东西正在影响他。虽然漫山遍野的找了许多天，毫无收获，那东西就像一根刺扎在他心口上，像缠绕在耳边的魔音。有时候下意识所说的、做的，事后连他自己也无法理解。可当时为什么会不由自主的失控？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似乎愈发不清醒了，脑子里都是乱糟糟的念头，仿佛理所应当，仿佛与生俱来。他似乎不再踩得稳那杆雪亮的天平，不再找得到那条笔直的路。他一点都不想让蓝忘机知道，现在的他分明不是他。魏无羡停住脚，又是那股莫名其妙的焦躁，像阴森森的鬼火，烧得他机遇发狂。正巧路边有个盛满了的水桶，他一脚踢翻，那桶身飞至数丈开外，哗啦啦泼了一地。魏无羡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去，没走多远，身后传来木桶被捡起、摆好、重新蓄水的声音。他顿了一顿，不能再等了。他听见自己说，无论是为了自己，还是为了蓝湛，不能再等了。蓝忘机左右看了看，迈入一家客栈。此时已是深夜，长街上空空荡荡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唯这家客栈门前还亮着灯火。店小二迎了上来：“公子，您一位吗？”蓝忘机点头。店小二喜冲冲地笑道：“赶了巧了，我们正好还剩最后一间。”他将蓝忘机引到房间，离去片刻后，端来了茶水和热好的饭菜。
蓝忘机颔首致意，卸去背上的琴，与碧晨一同搁放在床榻附近。窗户向外敞开着，几点月色漏下，虫鸣稀稀薄薄。蓝忘机静静地靠那窗边坐下，拨过茶壶，往杯中注满，烟气晕了灯火，茶香忙不迭绽开。他在闻到那茶味的一刻，便皱了眉，手从杯上落下，沉思半晌，又去看一旁热腾腾的饭菜，清清白白，尽属姑苏蓝氏的口味。蓝忘机叹了口气，垂眸，这茶水和饭菜中都备下了对付修士的蒙汗药。此类蒙汗药配方复杂，千金难求，那店小二分明是个不会武功的，非仙家中人，搞不来这种东西，与他也素昧平生，因此下药者谁，一目了然。夜风偷闲过，几竿烛影一摇一晃，蓝忘机一动不动，既没有倒掉那些饭菜，也没有再碰它们。2日下来，他基本已经能够确认，魏无羡的手臂和腿上没有所谓的印记，如若那东西真的存在，只可能是胸腹或者后背。虽然坚信那日为他沐浴时的记忆，可哪怕有一丝线索，他就不能放过。莫非印记并不是肉眼可见？莫非被魏婴刻意藏起来了？蓝忘机不知坐了多久，直到茶水渐渐退温，一只手忽而从后面搭上他的肩膀，慢慢向前游动，终于按耐不住似的，顺着他的脖子一直滑到胸口，黏糊糊的摸着。蓝忘机的喉结上下动了动，被这缕久违的熟悉扰得失神片刻。他轻轻侧过头，别闹。而就在这时，魏无羡另一手扣住他的后脑，以这样环抱的姿势吻了上去。他吻得乱七八糟，根本不知道要逃往哪个地方，像是在胡来。找到蓝忘机的唇角后，蛮横地闯进去，又勾又舔，肆无忌惮地纠缠着。蓝忘机微微睁大眼睛，药水顺着对方的舌一点一点滑进他的喉咙。他伸出手想要抓住那人的袖摆，终是一阵风似的从指尖流过，失了力气。魏无羡扶着桌子将将站稳，他思绪里蒙着雾，脑子乱作一团，像是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将怀里的蓝忘机挪到榻上，又掏出几枚符篆，将房间锁得水泄不通。他从窗户飘悠悠地跳下，就着浓浓夜色奋不顾身地扑向茫茫大山中。荒山深处，寸草不生的悬崖峭壁上，一个巨大的缺口张开着，像这山的心脏被生生剖了去，无数裂缝一如他的血管与经脉。魏无羡在这方狼藉前驻足凝望，他什么都想起来了。数十天前，他发觉山中厉鬼的数量似乎急剧增加，连往日里那些有过一面之缘的无害小鬼都生出了利齿獠牙，开始作祟害人。他追着蛛丝马迹往山中调查，终于找到了这个罪魁祸首，大打一场。尽管万分小心，还是被对方攥住空子咬了一口。那瞬间的感觉好像魂魄被撕开，他当即脚下一软，醒来后就什么也记不得，见自己躺在地上，只当摔了一跤，拍拍衣服上的尘土，便扬长而去。怎料短短不到20天，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？那精怪分明已经被他消灭了的，为什么还？魏无羡踉跄了2步，慢慢离开这断崖残骸，在山林里茫然的跌跌撞撞。他漫无目的，只是不停走着，仿佛一停住脚就会万劫不复，会被无边无际的黑暗吞并。可他已经控制不住了，那些吸血的声音盘在他耳边，此起彼伏，争先恐后，像无数双手将他往深渊拖去。渐渐的，他狂奔起来，一头撞在山岩之上，撞得2耳嗡嗡作响，血从额角滴滴答答落下，想把声音通通甩出去，却在那血色闯入眼帘的刹那，浑身一颤，一种毛骨悚然的兴奋在他脑中炸开，爬遍全身，涂尽5脏6腑。他捂住眼睛，抱头惨叫，一拳拳砸在地上，滚开，滚开，滚开！陈情骨碌碌的从腰间摔落，魏无羡抓起他便扔了出去，离自己越远越好。他紧闭双眼，动不敢动，生怕自己将自己毁了。好一会儿过后，四周安静下来，耳边的杂音退了些许。魏无羡努力侧耳听了听，不知何处传来轰鸣的水声，这附近似有个瀑布。他摇晃着站了起来，循那水声而去。他不敢睁开眼睛，或者说自欺欺人似的，
不想再看见自己身上任何一处，不想面对这副不再受控的躯体，一步一步歪歪斜斜地走着，直到雾气扑面，冰凉的水花轻轻打在脚边。魏无羡正站在一面高100余丈的石壁顶端，瀑布自石壁上飞驰而下，跌入巨大的水潭，金云喷洒，白花四溅。魏无羡仰起头，啜饮着落在脸上又流到嘴里的甘露，甘露冲淡了血气，凉意刺骨，却令他如此心神俱醉。他想着，也许跳下去入了水就能清醒了。就在这时，他察觉到了什么，猛然回头，那袭白衣如霜如雪，正在身后不远处无声地望向这方。层层墨色的山被他拨成了两半，像银泉白红，是这画中点睛之笔。须臾间，魏无羡的一颗心狠狠瑟缩了起来，仿佛承受不住这抹白似的，颈中疯狂大作。蓝湛是什么时候来的？他都看见了多少？客栈房间布下的那些阵法，虽然对蓝忘机而言不在话下，可如此短的时间内破除也非易事，不消耗大半灵力是不可能做到的。魏无羡转过身道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蓝忘机不答，向他迈出2步。湿润的山风吹起抹额的尾巴，向魏无羡轻轻舞动，好像一双伸出的手。蓝忘机说：“魏婴，回来。”魏无羡笑了一声，冷然道：“13年前滚字没听逆事吗？瀑布在咫尺，水幕震耳欲聋。”这句话却一字不漏地扎进蓝忘机的耳朵。蓝忘机深吸一口气，闭上了眼睛，许久后睁开，还要说些什么，倏地目光一转，投向另一个地方。陈情缀着一点红色，精疲力竭地躺在地上，是魏无羡之前歇斯底里时丢出去的。蓝忘机走到那点红色边，俯身将它捡了起来。在他触到笛子的那一刻，魏无羡的表情莫名扭曲了起来，好像看见了什么脏东西，连眼眶都变得血红，颈中再次于耳边一击，所有的理智都离他远去。他忽然仰天笑道：“怎么，韩光俊也想照2个走失来吗？不用那么麻烦，我帮你叫。”说着拍了拍手，清脆的掌声撞在瀑布上，山谷中森森飘荡，好似阴间的锣鼓在站立。走失厉鬼从4面8方而来，将2人团团包围。魏无羡站在中央，衣襟上红色的纹路不再似明媚的火烛，而是血涂地狱。他道：“如何？这些够不够你差遣？”蓝忘机凝望着他，眼底的痛苦一览无余。这情形一如当年在不夜天城上，他半疯狂半神志不清，状似妖魔，迎向他的只有刀枪剑戟和千夫所指。魏无羡后退了一步，默默等待着碧尘出鞘，像那时候一样，让他被邪火燃烧的样子消逝殆尽。可蓝忘机只是向这方走来，极轻极缓。若是在夜晚，连月光都踏不碎。他一手握着陈情，一手掌心朝上，向他伸来，道：“跟我回去。”魏无羡又退了一步，狰狞的脸上露出一丝恐惧。不是他在害怕，是盘在他脑中的那些东西在害怕。“蓝湛，快走！”他嘶喊道，却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：“给我撕了他！”邪祟一拥而上，瞬间淹没了蓝忘机的身影。魏无羡呆呆地目睹这一切，头疼欲裂，万念俱灰。停下，停下！只要能停下，他旋身一扑，跳进100余丈下寒冰彻骨的巨潭。魏无羡平了气，向潭底沉去，大片大片的气泡与浮动的黑衣簇拥着他。这潭水着实凉得吓人，顷刻间连手脚都失去了知觉。不知蓝湛现在如何了，也不知那些家伙有没有停下来。魏无羡一动不动地悬在潭中，上不见光，下不见底。恍然不知过了多久，听到另一段水面被破开的声音。他模模糊糊睁开眼，还没来得及向上看，眼前便是一花，一双极其有力的手箍着他的腰，将他往水面上带，拨开重重气泡，只见一个血色的胸膛与一缕缕黑白交错，那是他的衣摆与蓝忘机的金带。2人破水而出，魏无羡咳了2声，正要看看蓝忘机如何，有没有受伤，忽而自己的手就袭了上去，直直抓向蓝忘机的脖子。蓝忘机双手还在他腰上，并不躲闪，只是一按，就将他的动作迟缓了片刻。紧接着他咬破舌尖，汹涌地吻了过来。
那只要抓向蓝忘机脖子的手就这样拍在了他胸口的衣襟上。魏无羡奋力挣扎，斑斑血迹已将二人唇齿染得艳绝，纷纷滴落在潭水中，涂开一小片深色。这潭水似乎再也冷不起来了。魏无羡昏头转向，被吻得魂飞天外，一口咬在蓝忘机下唇上，要把他整个吃进去。蓝忘机眉间一颤，手下对着穴位又是一按，让魏无羡再次僵住，撬开他的嘴，将他的唇舌压制得不能动弹。那找遍身体每一处都找不到的印记，正躲在他舌头上。与客栈拥吻时，蓝忘机一瞬的惊诧，并非因为那突如其来的蒙汗药，而是他终于察觉了印记的真正所在。此刻以人血为祭除去邪祟留下的诅咒，虽然凶险，也痛苦万分，却已没有别的选择。魏无羡的眉头拧了起来，好像疼得厉害，却又反抗不得，眼尾湿漉漉的，不知是痰水还是泪水。渐渐的，他浑身的力气都被夺了去，乖顺下来，迷迷糊糊的缠在对方身上，全靠那双有力的手臂支撑，才没有沉到潭底去。似乎尝到了甜头，两人一吻作罢，微微错开，喘息不止。蓝忘机摸了摸魏无羡的额头，忧心邪咒未解，捧住他的脸又要吻来。魏无羡放开了蓝忘机胸口的衣襟，改抓他肩膀，狠狠迎了上去。鲜血淋漓中，那些纠葛不清的声音层层剥落，记忆在脑中涟漪般的绽开。许久，他合上眼睛，软在了蓝忘机怀中。再睁开眼时，竹林和花草向后退去，天色有些昏暗。蓝忘机正抱着他，稳步在山中穿行。他没有遇见，想来客栈房间的那个阵法消耗了他大量灵力，方才与走失厉鬼又是一番苦斗，如今灵力耗尽，已经无法遇见。魏无羡道：“蓝湛。”蓝忘机目视前方，平静道：“我在。”魏无羡的脸埋在他颈窝处，唤了一声后，好一阵都没了动静。再开口时，道：“你怎么那么傻啊？”蓝忘机淡淡的应了句：“不及你。”魏无羡一顿，像是闷闷的笑了笑。他有气无力的抬手去摸蓝忘机的脸，先找到耳垂，顺流而下，找到下巴，又停在嘴唇的那些伤口边缘。他用手指轻轻摩挲着，抬起眼睛问：“疼吗？”蓝忘机摇了摇头：“真不疼。”又摇头。魏无羡垂下手，喃喃道：“可是我疼啊。”蓝忘机看向他，似有些紧张：“哪儿疼？”魏无羡道：“哪儿都疼，特别疼，非常疼。”说罢，搂住蓝忘机的脖子，后怕似的隐隐发抖。在寒潭里扑腾了那么久，如今二人衣服还没干透，蓝忘机将他抱得更紧了些。须臾余，又听见他说：“我想吃樱桃馅的花糕。”回去给你做。不是说不应季吗？不应季也可以做。魏无羡哈哈大笑，笑了两下，终于如释重负般拍拍他的胳膊，示意他不必再抱，放我下来吧，我自己能走。蓝忘机用眼神询问：“真的能走？”魏无羡道：“我是掉水里了，又不是腿断了。”这场对话似曾相识。蓝忘机拖着他后背将他放下，看他好好站稳了，才慢慢松开手。天边的太阳将将落下，蓝忘机向前走了2步，一回头见魏无羡还站在原地不动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魏无羡若有所思：“蓝湛，你能再做一次那个不？”“哪个？”魏无羡板起脸，无比严肃地摊开一只手：“跟我回去。”蓝忘机颇有无奈：“别闹了。”魏无羡道：“好你个蓝湛，刚才还理直气壮，信誓旦旦的，转眼就不算数了。”他抱着双臂好整以暇，一副不做就不走的架势。蓝忘机只好伸出手，魏无羡却看了看那只手，疑惑道：“干什么？跟我要钱吗？”“我没钱的，我早就被姑苏蓝氏的二公子包养了，虽然衣食无忧，但一个子儿也掏不出来。”“跟我回去。”魏无羡立刻闭上嘴，无辜地眨了眨眼睛。他迫不及待地追上来，双手合拢，握住蓝忘机的手，捉到嘴边，在掌心亲了一下，翻过来，手背又亲了一下。夜晚将至，山路还有很长很远，而二人都在对方眼里看见了光。魏无羡笑道：“跟你回去。”这句话永远都来得不晚。地无数遍地，魏无羡拉着那人与来时截然相反，但无需迟疑的
往那擦了黑边的方向而去。13年前，他害怕过，疯狂过，也迷失过。可13年后，总有这样的一只手，无论身在何方，哪怕万箭穿心，都愿意一次又一次地伸向他，带着他走过孤山，踩碎白骨，归往家的所在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欢迎在视频下留言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